新加坡学生几乎人人会双语，这件事在区域里是个很稀缺的能力，因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很少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双语普及，而能做双语甚至多语教育的国家就更少了。这种能力不只是方便日常交流，它在商业谈判、国际协作、跨文化理解这些场景里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力。一个国家如果只能靠英语跟世界对话，它的文化触角是有限的。但如果能在英语之外再掌握一种区域语言，它就多了一层连接和理解的能力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以及为什么这件事比很多人以为的更重要。要看懂新加坡学生为什么普遍会双语，先别急着夸教育先进，我们还看这个国家的现实处境。新加坡地方小，资源有限，长期靠贸易、航运、金融和跨国企业吃饭，从一开始就得和世界做生意。英文很自然会成为工作语言，也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学习工具。但新加坡又不是单一族群社会，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长期共存，如果只剩英文，沟通当然更统一，但文化传承、家庭语言、族群认同都会越来越薄。于是新加坡做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安排，英文作为共同语言，负责连接世界，也让不同族群能在同一套制度里运转。母语作为必修科目，负责把孩子和自己的文化背景、家庭传统继续连在一起。新加坡的双语从来不是文化口号，而是一种国家治理设计。它同时回答两个问题：怎么让下一代有全球竞争力，又怎么让多族群社会不在现代化中快速失根。所以新加坡学校大多以英文授课，数学、科学这些核心学科都用英文推进，保证学生未来能直接接轨大学和职场。与此同时，母语被保留为正式课程和考试要求，不让它变成可有可无的兴趣课。我们由此可见，双语在新加坡不是额外选择，而是从小学开始就必须面对的现实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会误以为新加坡学生双语能力强，主要是因为环境好。环境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只有环境，没有制度约束，大多数孩子可能远远到不了能工作使用的水平。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，是他把双语做成了有后果的必修。这里具体体现在4个层面。第一，是英文不只是一个科目，它是大多数核心学科的教学语言。新加坡学校大多以英文授课，核心学科都用英文推进。语言在这里不是附属品，而是获取知识的主工具。第二，母语不是摆设，无论是华文、马来文还是淡米尔文，母语都是正式课程的一部分，而且进入重要评估。它不是学校开放日拿来展示文化多样性的装饰，而是学生必须认真应对的学术任务。第三，考试和分流机制让偏科有代价。PSLE 这类关键考试会影响学生后续的教育路径，只要语言科目拉动总成绩，家长就不可能完全放掉。第四，学校外部还有一整套社会配合。新加坡补习文化很强，尤其语言科目常是重点投入对象。很多家长周末送孩子补英文或母语，不是因为兴趣，而是因为知道语言基础没打稳，后面每一步都会更吃力。所以新加坡学生不是顺便学会双语，而是在长期训练里被系统性的推到结果上。因此，很多国家推双语最后失败，不是理念不对，而是代价太低。家长口头支持，学校执行有限，孩子随时可以退回单语舒适区。新加坡反过来做，先把语言能力和升学、竞争力、社会流动绑在一起，再让整个系统围着这个目标运转。他不要求每个孩子都热爱语言，但他能让大多数孩子都具备足够可用的双语能力。而这套双语制度的背后，最后形成的是人才优势。现实世界真正需要的，从来不是会背2套语法的人，而是能在不同语境里准确表达、减少沟通摩擦的人。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训练的正是这种能力。由于大部分核心学科都通过英文学习，学生从小就习惯使用英文，他们后续语言转换的成本就会很低。很多地方的学生成绩也不错，可一进入英文工作环境，马上便卡了在外语表达上。再看母语这一侧，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多族群社会来说，
母语会影响你理解不同社群的方式，也影响你在本地和区域市场建立信任的能力。在东南亚，很多商业关系并不是单靠标准英文就能完全打通。一个只会英文的人可以完成流程，一个既能用英文进入全球体系，又能理解本地和区域文化语境的人，更容易成为那个把事情真正推进的人。更深一层的优势是认知切换。长期双语环境会逼着学生不断判断这个场合该怎么说，这个人能接受什么表达方式，面对老师、客户、家人、同事，不同的人群、不同的对象所使用的语气、信息重点都可能不同。久而久之，训练出来的不只是语言能力，还有情境感、沟通敏感度和表达控制力。这些能力在学校里未必有名字，但到了职场，差距会非常明显。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国际化、规则感很强的社会里，能快速读懂规则、切换语境、降低误解的人，往往更容易向上走。所谓人才优势，不只是学生会两门语言本身，还因为这套制度把语言训练和社会适配训练绑在了一起。它培养的是一种很实用的人，能进入全球体系，也不脱离本地现实，能用英文工作，也能理解多元社会里那些更细的关系和分寸。当然，这套制度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完美双语者，有人英文非常强，母语只是勉强过关，也有人长期承受两边都要兼顾的压力。但对一个国家来说，只要大多数人都能达到足够可用的水平，这就已经是非常强的人才供给能力了。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新加坡学生为什么看起来几乎人人会双语？答案不是他们天生更会学，而是这个国家很早就明白，语言从来不是附属技能，而是人才结构的一部分。英文给你进入世界的能力，母语决定你会不会在自己的社会里失去连接，也决定你能不能真正理解你身边的人。新加坡真正做对的是把这两件事同时抓住了。它当然有压力，也有成本，但它确实把双语从一种理想做成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竞争能力。对家长来说，这里面最值得思考的，可能不是孩子要不要多学一门语言，而是语言最终会不会变成孩子未来的选择权、适配力和社会位置。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教育、亚洲人才竞争，或者你想继续看清普通家庭在这套制度里到底承受了什么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双语教育最难的一环是制度设计、家长执行，还是孩子长期坚持？我们下一支视频继续往下拆。